嗨，嗨，我不是大明星，不然你是？我是大帅哥。要跟拍大帅哥一天生活，其实不算太难。这天炎亚纶要参加公益记者会，活动 T 恤和运动短裤，再搭配球鞋就整装完毕。刚刚才起床，没有啦，我大概9点10点吧，差不多。那对艺人来说算早的。因为我要看股票啊。工作状态的炎亚纶一派轻松写意，事实上脑袋从来没停过。代言人该做的工作，他已经尽责做好准备。我其实不太喜欢蕊，因为怕很不自然。但我脑袋会想说到时候会被问的比较敏感。我们走这边，这边。但每次就是这样讲，有时候即便你不讲，他们还是会下，所以这时候就会生气。新闻标题断章取义，偶尔还是会让严批生气气。多年来修炼成铜墙铁壁的他，两段会后联访果然都被问起了前团员陈亦儒在直播上落泪的事情。好像哭泣这件事情，有没有关心他？好像真的压力很大。怎么回答？记者会结束后回到后台，果然说出了真心话。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因为思念伤害。我就知道会问陈亦儒。你刚刚有心理准备？我本来想侥幸的逃过。我觉得他的能量真的很不可思议耶，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团体里面，他可能是比较话不多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就是什么是一直不断的在努力的充实自己。4个跟中秋节有关系的角色，可能请大家来签一下。最强儿是亚纶啊。DJ 海关一路看着炎亚纶从忧郁少年蜕变为独当一面的金钟主持人。不过他有跟我交换他的 line 啦，因为我其实私下是一个不太会跟艺人保持联络，我觉得他是有很主动的释出他的善意。对对对，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我觉得。像有一次我们在某一个演唱会，我们都是观众，然后我们在演唱会的舞台下，每个人手举超高，然后我一个人这样，然后亚纶就从后面然后抓我的手，然后举很高，然后就说要跳就开心跳，然后我想说哇，然后我就刚开始有点吓到，然后就说你都已经来了，一起开心一起玩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是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定心丸。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偶像剧的男主角，然后也是算是真的在演戏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刹那爱上他的感觉。其实某些层面，我算是一个最了解他的人，知道他的一些秘密，就是他喜欢的对象。刚出道，因为拍摄《霹雳 MIT》，炎亚纶和鬼鬼成为至交好友。尽管经常打打闹闹开玩笑，但在当年炎亚纶刚被封上地质学家遭到嘲弄时，鬼鬼的玩笑话也曾让严批走心气氛。我连这2个都是很好的朋友，都好像在调侃我这样。但是我觉得，好朋友就是会有这种过程。如果真的没有把你当好朋友，他不会生你的气。我觉得他也觉得我是一个蛮值得珍惜的对象吧，在他的心中。不然你可以问他，你有吗？你有珍惜我吗？你讲一下，你有珍惜我吗？他第一个点名你哦，你们已经录完了是不是？拍一下好朋友的。哎，你这样讲我很想哭啊。惜念旧情也不只是对于人，对篮球，炎亚纶也同样有复杂的情感。还好，很陌生，然后有点害怕，近乡情怯的那种感觉。因为篮球以前曾经是我经常抒发自己的一个地方，快2年没有碰篮球。即便这么久没碰篮球，肌肉还保留着记忆。用和篮球主播王柏林2个人聚在一起说一口好球，却是第一次凑在一起打球。有时候有一些招数我一直练不起来，我就睡觉的时候一直想，隔天就会了，真的很扯。他打得蛮好的，我觉得他的手腕啊，可能跟做人一样，他的手腕非常的柔软，是蛮有天分的。因为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有科班训练的嘛，就是自己有兴趣去摸索。那就是如果说自学可以学到这样，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我有一点点刻意的疏远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很容易受伤，因为我打球是不怕碰撞的人。球场上的风格反映出他的做人处事，不怕碰撞，却经常弄得满身伤。炎亚纶对篮球近乡情怯，还有一大原因，竟然是因为篮球巨星 Kobe Bryant 的走势。但之后因为疫情太严重，所以好像恍如隔世，原来才1年，对。但我相信这，我相信这1年大家都不是很好受。
聊起从小的偶像 Kobe， 眼泪忍不住涌上来。炎亚纶的篮球经还包括右膝盖上布满大大小小的开刀伤痕，因为光前十字韧带就断了3次。这里1、2、3、4、5、6、7个孔。我习惯用右脚去做试探步，然后第一步也都是右脚先启动，所以他承受很多的压力。尽管曾经的最爱渐行渐远，一直最爱的表演工作还在发光发热。主持初试提升就夺下金钟奖，老本行歌手身份也没闲着。2年前自立门户后，陆续推出创作单曲。演戏他回归初心，用本名作为演员吴庚霖重新出发。我多希望我现在还在剧组里，很过瘾。我比较享受的，它可以让大家坐下来理解这个场域，我们哪边对于这场戏比较有感觉，可以玩这个的时候，对演员来说是最爽的。演戏、主持、唱歌，炎亚纶名副其实成为3期艺人，每个领域陆续缴出成绩单，怀抱着想拿下3金的雄心壮志。炎亚纶、吴庚霖是神还是人，都是演艺圈一个绝对独特的存在。好，其实我们刚刚看你曾经不平则鸣啊，讲过那么多话，我想这不平不是说不公平，就是你心里面觉得这个话适合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你小时候在美国读了将近到小学，对，读完，对，是因为你父亲在耶鲁做研究，然后刚好那是有2年的一个期间，然后我们就全家就一起去。然后那个教育带给你个性上面一种对事情反应的那个养成。我其实有刻意的去把它更保留住，因为我认为那个对于我回来台湾念书的矛盾跟冲击感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因为当你在一个环境的时候，你常常会被环境制约。那当这样的一个形式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你就很难突破你自己思想上面的框架。是上课，当你问到问题的时候，在美国是全班举手，不怕害怕，不怕错误的。就即便我今天答错了 ，so what？ 然后，但是当我回来台湾，这个差别就立即就显现出来。我记得第一次我举手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只有我举手，大家都非常害怕要回答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渐渐观察，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怕答错吧，怕丢脸。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在你出道的时候是变成在一个相同比不同要来得好的，在一个男团的这个氛围里面出道。对，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完全一样。那这段期间你自己是怎么平衡成长过来的？其实我是渴望团体生活，因为我喜欢打篮球。然后我蛮 enjoy 在篮球场上那种互相传球，然后助攻，然后得分的那种快感。所以其实男团某部分满足了我的想象，就是可能会有几个好朋友一起有革命情感，然后变成一个无话不谈，甚至未来可以在事业上互相帮助的团体 team up 的冲。但同时，在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的老师，我的班导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庚霖就是我的本名你的风头很贱哦。”那时候我想说老师怎么骂我贱？但后来才知道，老师说是健康的健，就是非常出风头，包括在运动场上，然后合唱团、班上的成绩种种，甚至是异性缘这些的。所以我当时就有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去注意到，把自己的锋芒稍微藏起来的话，会不会不小心吃苦头？对。所以其实也有在一边的向往团体，然后一边的又把自己很多的面向藏起来。对，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很辛苦去找平衡的过程，应该只有你自己知道。简直就是每天在跷板。你演戏，然后又用本名父母给你的然后从小被教到大嘛，所以触动的每一个神经、每一个毛细孔，其实都是很深层的。炎亚纶有一点是一个外皮，当然他也开始生根，但总是不可能比你用了30几年的本名还要来得深嘛。在
飞轮海时期的时候，我讲的是一个聚光灯的焦点，应该是以吴尊为主吧？其实我在团体当中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今天4个人在这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先让别人把话说完，但当然也是因为当时大家会比较好奇的是吴尊跟大东他们的想法，所以默默的我也就接受了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到我这边的时候时间就差不多没有了，对。然后我们团体的人呢又偏搞威，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的拿捏应该就是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从心里面出来，有的是感想，有的是感慨哦。那你是分享给愿意听的人听，那听的人也许觉得他自己没那么寂寞。可能我当时真的没有人分享吧，就会自己跟自己一直对话。我有很多的想法是真的从里面出来的，已经反复咀嚼过不知道千百次的。可现在这个情形跟之前有话要说，希望大家看到我很不一样，是现在你谈很多话，其实你开始会有共鸣的感觉了吧？我改变了方式吧，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是从头到尾陪着你成长，甚至是外面的大众，他不可能是24小时 focus 在你身上，所以你讲的话可能要更像一个软垫一样吧。软垫，就是我可以扶持着包容不同的意见，然后一起来做一个良善的探讨。我觉得这是我现阶段我想做的事情，比起以前我只是告诉你，就是听就对了的那种想法，其实蛮不一样的。让我想到2个字，一个是中文讲举重若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英文比较好听，叫 soft landing 啊，是不是你的软垫的意思？是的，就是能够这样子降临到别人的心里面。对，我觉得尤其疫情这2年，让我这个感触更深。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外在的世界的氛围是比较尖锐的，然后比较令人担忧的，所以更需要更多人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或是跟大家分享他的温暖。那我觉得这个温暖并不是要讲说什么正能量，倒不是。我觉得温暖的语言是很有力量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前面那一个比较辛苦的环节。我讲的辛苦是你讲什么话立刻被定。你下面的留言辩论出现那种100则，是不是少见的吧？1000则都不算少见。对，然后在你不知道的人，就是不断的进行激烈的交锋，然后版主本身已经要去睡了，然后醒来他们还在进行了好几小时的回合，时不时等等扫回，back to 炎亚纶，看看他那里在吵些什么，让我也参与卡。我觉得拜蛮多标题所赐啦，那些比较锋利的感受，也有可能是在2转3转之后所添加给我的一些愤怒的气氛。其实我本人没有那么愤怒，